静香和一个大叔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定睛一看，这不是25年后的大雄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大雄正在秀手帕，原来这是他打算送给静香的生日礼物。即使总是不小心被针扎，但大雄还是十分用心。静香家里小伙伴们都到齐了。话说静香的女生朋友呢？首先是小夫献上了自己的礼物，一束玫瑰花。女生怎么会不喜欢花呢？况且小夫还特别会说话，什么人比花娇啦，听得静香心花怒放。之后是楚母山的礼物，他送的是歌德的诗集。学霸就是学霸，送的东西总是与众不同。静香觉得很浪漫。终于到了大雄，他跌跌撞撞地把礼物送了出去，还让静香拆开看看。对于这个手帕，静香是十分喜欢的，不过这遭到了胖虎和小夫的嘲笑。男生绣手帕也就算了，偏偏上面的字还绣错了，简直太丢脸了。大雄很懊恼，但静香却站出来维护了大雄，这个手帕他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最后是胖虎的礼物，他拿出了一幅画，这是他妹妹小猪帮忙画的。画上的静香穿着美丽的婚纱，但另一旁的白马王子却没有脸。静香十分憧憬，以后自己会嫁给什么样的人呢？瞧他一脸羞涩的样子，大雄便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会把他未来的白马王子带过来。很显然大雄是要把未来的自己带过来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又去求助蓝胖子。蓝胖子很无语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么早见到，说不定他会因为打击而对将来绝望呢。大雄十分不爽，我这么拿不出手吗？见大雄不相信，蓝胖子拿出了时光电视机，时间设定在了25年之后。屏幕上赫然出现了长大后的大雄，样子十分的邋遢，颓废的躺在地上。忽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，然后消失在了屏幕，随后就从抽屉里钻了出来。25年后的大雄过来干嘛呢？他说有事情要找现在的静香解决，随后就急匆匆的跑了。大雄十分崩溃，你现在这个怂样，简直就是在给我丢脸啊！可25年后的大雄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他开口就叫静香妈岳母大人，然后就询问静香的下落。明明长得比静香妈还老，静香妈当然不干了，这个神经病是谁？就在25年后的大雄差点说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蓝胖子带着道具及时赶到了。得到静香去上小提琴课了之后，大雄和蓝胖子十分安心地带着25年后的大雄走了。到了空地后，他还十分不解为什么大雄和蓝胖子要这么做。当大雄提醒他现在静香还不是他老婆时，大叔才恍然大悟，然后他崩溃了，说什么再这样下去静香就会跟他离婚。之后大叔不动声色地询问大雄静香在哪里上小提琴课，等知道地址之后，大叔就又跑了。到了地方后，大叔却因为形迹可疑，差点被警察当成了坏人。幸好蓝胖子和大雄及时赶到，大叔才脱离了危机。到了大雄家之后，大叔终于说出了他来到这里的目的。原来前不久是他和静香的结婚纪念日，可他却忘得一干二净。静香当然十分生气，便回了娘家。于是他便在未来百货公司买了一条项链，让工作人员在静香生日当天送货上门。可大叔写错了时间，把礼物送给了现在的静香，所以大叔才会过来打算把礼物拿回去。更糟的是，他还附上了生日卡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很抱歉忘记了结婚纪念日，大雄留。这下蓝胖子和大雄都崩溃了，他们无法想象现在的静香看到这张卡片会有多么绝望。最后还是蓝胖子提出了建议，先改造大叔，可即使洗了澡刮了胡子，这模样还是一言难尽。于是蓝胖子拿出了换衣服照相机，咔嚓，大叔变成了名侦探大雄。无数次咔嚓之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，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大肚腩。于是蓝胖子拿出了道具身体交换机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交换身体的各个部分。两个大雄分别站了进去，一番电光火花之后，两人的身体发生了变化。大叔的大肚腩是没了，可看起来十分奇怪。随后蓝胖子又拿出了擦脸橡皮擦和画脸笔，把大叔的脸擦掉之后，蓝胖子开始作画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反正直接把大熊妈吓晕了。这狂野派的画风真是让人崩溃。折腾了许久，最后大叔还是恢复了原样，毕竟这样才是他自己。
三人向静香家跑去，可看样子静香还没有回来。忽然天空出现了一个黑洞，原来未来百货公司的派送机器人来送货了。大叔拦住了机器人，他想把礼物要回去，因为礼物是他买的。机器人倒是知道这礼物是大叔送的，但他是有原则的，在收件人签收之前，就算是寄件人的要求也不能拿出去。大叔还想用武力拿回礼物，可他怎么会是机器人的对手？大叔直接被电交了。配送机器人确认静香不在家之后，便搜索了他现在的位置，想直接把礼物送给他。蓝胖子和大熊立马拖住机器人，结果机器人直接升天，眼看蓝胖子和大熊也要起飞了，大叔急忙拉住他们。这个时候他的体重派上了用处，可是他还没坚持1秒，他们3人一起升天了。机器人一个骤降，大叔直接掉进了河里，另一边还没掉下去的蓝胖子和大熊却不停地做着各种舞蹈动作。毕竟上天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此时天空下起了雨，浑身湿哒哒的大叔正好遇到了要回家的静香。静香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，看着眼前这个大叔这么落魄，便把伞借给了大叔，甚至拿出了大熊送的手帕。大叔手足无措地说着谢谢，静香却笑了，她觉得大叔跟他的朋友大熊十分像，不得不说女人的直觉真是没准了。另一边，大熊和蓝胖子还在空中飞舞，两人快坚持不住了。蓝胖子让大熊从自己口袋里拿 NS 徽章，N 贴在了蓝胖子身上，机器人身上也被大熊贴上了 N， 两鸡相斥，瞬间他们就跟机器人分道扬镳。不过蓝胖子和大熊毫发无伤地掉在了树下，正巧看到了路边静香和大叔走在了一起，两人聊得很欢乐。大叔不停地夸赞自己的妻子是个很温柔的人，就算孩子浑身脏兮兮的回来，他也不会有所埋怨。这一番话下来，让静香深受触动，他也特别想知道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，他期待中的另一半应该是善解人意、待人温暖，还有很可靠的肩膀。结婚之后，他想住在有红色屋顶的房子，庭院里最好还要有各种花朵。大叔自信满满的说道，就算你的白马王子刚开始可能不怎么机灵，不过我相信他会为了你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的，你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雨停了，正好也到了静香家。静香进门前说了一句，我相信你跟你的妻子一定会和好，因为你是好人。这是被自己的小妻子发了一张好人卡吗？没一会儿配送机器人又到了，他还是想把礼物送给静香。大叔和大熊都在拼命阻拦，蓝胖子终于拿出了一个靠谱的道具——时空转换机。操作一番过后，光芒四起，静香家转换成了他25年后的娘家。于是这个礼物最终送给了25年后的静香。机器人还配合撒起了花，大熊和静香重归于好。又一阵光芒过后，一切变回原样。静香着急地从房间里出来，她想要找大叔，因为她把大熊送的手帕借给了大叔，但忘记拿回来了。大熊连忙说没关系，以后他还会亲手做其他礼物。另一边，25年后的静香问大熊为什么会看到小时候的他，大熊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说。忽然他发现忘记还手帕了。25年后的静香一看到这条手帕就笑了，他恍然大悟，谢谢你了，白马王子。本期问题，你想知道你未来的白马王子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